对于流浪的小动物而言，四海为家，只要有遮风挡雨的地方，都可以作为它们的家，然后四处流浪，寻找下一个容身之处。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它们早已习惯，这种日子非常煎熬。如果能被收养，绝对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养猫，但养这种小动物不能是一时兴起，是要对它们负责的。而有的人却总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像这3只被放在动物园门口的小猫咪一样。故事发生在俄罗斯一家知名的动物园。这天，工作人员一大早上班，就看到动物园门口放着一个破旧的纸箱，还听到里面发出喵喵叫声。工作人员非常好奇，便凑近看了看，原来里面有3只小猫咪，一看就是刚出生的。因为小猫咪非常小，不具备生存的能力，一只身强力壮的猫猫过着流浪的日子都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3只弱小的小猫咪。所以善良的饲养员决定收养它们。动物园里的饲养员们都非常善良，他们给小猫咪检查身体、驱虫、喂羊奶。做完这一系列的流程以后，小猫咪们以后就是动物园里的一员了。因为小猫咪非常小，所以饲养员们决定给它们找个妈妈。这个动物园里不光人们善良，连里面的小动物也都非常善良。这只猞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它叫 Lena， 因为从小失去母亲，它是被动物园里的人们饲养长大的。因为有相同的经历，所以不管是什么小动物，只要交给它，它都会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这不，因为小猫咪的到来，它又来活了。虽然它没有生过自己的宝宝，但它照顾还却是一套一套的。当饲养员们将小猫咪们交给它的时候，不用它去安抚小猫咪们，这3只小猫咪一看到它就主动靠近，在它身上嗅来嗅去。这样的场景都把我们的猞猁妈妈吓了一跳，从来没过小动物如此主动过，属实让她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样非常好，她不用花费精力去哄这些小家伙，倒给她的任务减轻了负担。看来她还是对自己的魅力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看到他们相处的画面，饲养员们都放心了。从此以后，3只小猫咪就和猞猁生活在一起，每天形影不离。猞猁也非常喜欢这3只可爱的小家伙，它每天都会把它们搂到自己的怀里，然后一一给它们梳理毛发、清理身体，像一位母亲那样。小猫咪非常调皮，总是爱去闹猞猁，在猞猁身上跳来跳去。猞猁也没有生气，任由它们胡闹着。每次小家伙们玩累了以后，都会爬进这个新妈妈的怀里睡觉，猞猁都会把它们紧紧搂进怀里，生怕它们冻着。小猫咪在猞猁的精心照料下，都非常健康的长大了，而且圆滚滚的，非常可爱。虽然它们是2个不同的物种，但都同属于猫科动物的，所以交流和沟通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小猫咪渐渐长大，在猞猁的教养下，也都继承了猞猁的优秀品质，非常善良。因为动物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善良，所以总爱收养小动物。这里的一大半动物都是收养来的。每次来了新的小家伙，饲养员们把这些小动物交给猞猁照料，3只小家伙也都不会生气，而且他们还帮着猞猁妈妈去照顾其他小动物，还细心地安抚着一些受伤的小动物。他们和其他小动物都相处得非常好，每天一起玩耍打闹，好不自在。他们也和猞猁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他们把猞猁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妈妈。有时候养育之恩并不比生育之情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猫咪和猞猁的故事被饲养员们分享到网上，而且还配上了这3只小猫咪的照片。这3只小猫咪都非常漂亮，一只是狸花猫，一只是小彩狸，还有一只是橘猫。照片一发就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许多人好心人纷纷打来电话说要收养它们。饲养员们也都想给小家伙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所以决定给他们找更好的归宿。而且饲养员们还对收养的人说，如果不想养，千万别放弃它们，把它们送回动物园里就行。但好在小猫咪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人，这让饲养员们非常欣慰。虽然猞猁非常不舍，但是他好像也明白自己终究是照顾不了他们一辈子，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还有其他更可怜的小家伙需要他的帮助。雷娜从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动物园里了，她刚成年就尝试当起了妈妈。第一次是照顾几只刚出生就失去妈妈的哈士奇，虽然刚开始不是很熟练，她始终都在学习如何做好一个妈妈。这些年来，她做得越来越好，她敬业且有责任心，认真地照顾着每一个小动物。从那以后，每年都有许多的小动物交给她照顾，未来她也会将这份工作继续下去，直到她老的那一天。最后，希望大家都要慎重地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猫咪无法共存，老虎能忍受和其他动物一起成长吗？莫格是一家动物园的救助犬。莫格所在的动物园很有意思，里面的动物基本上都是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动物园所具有的动物品种和种类是不确定的，与其说是动物园，不如说是一个可以供人参观的动物收容所。而莫格的工作就是帮助救援人员带孩子。别看莫格只是一只狗，他的保姆工作做得非常的出色。动物园里的许多动物都被莫格带过一段时间。这天，救援人员从森林里带回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是一只小老虎。救援人员将这些小老虎交给了莫格。莫格看着眼前这个小家伙，也非常的好奇。虽然带过许许多多的动物，其中不乏很多的猫科动物，诸如猫猫、豹子等，但带过未来的丛林之王还是头一回。不过莫格还是很有本事的，很快就与小老虎打成一团了。小老虎对莫格格外的信任，在小老虎1个月大的时候，小老虎整天都围着莫格转，在莫格的身上爬来爬去，而莫格也任由小老虎的亲近行为，还会时不时的亲亲小老虎。小老虎在莫格面前完全是敞开了肚皮，而老虎将自己柔软的腹部露了出来，就体现了他对面前这个动物的绝对信任。带着小老虎2个月大之后，小老虎对莫格更加亲近了。有的时候，莫格都会对小老虎的亲近感感到厌烦，会在小老虎爬上他的背之后翻身躲开。但一旦莫格不注意或者趴着休息的时候，小老虎又会在莫格的身上爬来爬去。莫格对此也是非常的无奈。或许是小老虎感受到了莫格的无奈，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再往莫格的身上爬来爬去，但并不意味着小老虎对莫格不亲近。小老虎依旧整天围在莫格身边，在莫格蹭来蹭去，和莫格十分亲昵。莫格睡觉的时候，小老虎也会趴在莫格身上一起睡。偶尔小老虎睡不着，就会不断的在莫格身上爬上爬下，还会轻咬莫格以示亲近，大有一副我不睡着你也别想睡的架势。当然，等到小老虎再大一些，就不能这样折腾莫格了。老虎毕竟是猛兽，成年的老虎体长可长达3米，体重可达300公斤，哪怕是小一些的雌虎也有100多公斤重。所以在小老虎6个月大的时候，它的体型就赶上了莫格。这个时候，小老虎也长出了锋利的爪子，如果再在莫格身上爬上爬下，莫格可就遭不住了。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小老虎与莫格分开饲养，不过小老虎还是会经常和莫格一起出去玩。每天下午，工作人员都会将莫格与小老虎牵出去玩耍，而这个时候也是小老虎最开心的时候。哪怕是走在路上，小老虎也要和莫格挨得非常近，
还会时不时的蹭蹭莫格或者轻咬莫格。在户外放开了牵引绳，小老虎更是直接将莫格扑倒，和莫格打成一团。小老虎会给莫格顺毛，而莫格也会在小老虎躺在草地上的时候轻咬莫格，两只你追我赶。小老虎会时不时的给莫格一个拥抱，将他抱倒。后来，莫格与小老虎还成为了这家动物园的动物大使。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看到亲近的两只动物，都会感觉十分的温馨。这也给动物园带来了巨大的人流量，让动物园可以更好的救助野生动物。在另一个动物园，也有一只狗狗和老虎是好朋友，但它们跟莫格与小老虎又不太相同。这家动物园是一家正规的动物园，里面有300只动物，分布在100种不同的物种之中。这家动物园有一只叫泰伯的狗狗。泰伯这只狗狗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体内似乎拥有用不完的能量，每天都活力满满。精力旺盛的泰伯让他的饲养员凯尔西感到十分的头疼。凯尔西非常的忙，平时不仅要照顾家里的2个孩子，还要照顾动物园的青春期的动物，从幼年的狐猴到郊狼，到泰伯与老虎，可以说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的满。而泰伯的精力实在是太旺盛了，在自己的地盘根本待不住，又无法忍受独处的寂寞，便天天都要凯尔西陪他。凯尔西自然是没空的，但凯尔西生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让别的动物陪泰伯玩。但这也让凯尔西犯了难。刚开始，凯尔西想要把泰伯与斑马放在一起，但斑马不喜欢脚踝周围有东西，如果应激的时候不小心踢到泰伯，会对泰伯造成巨大的伤害。而黑熊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黑熊并不喜欢泰伯，黑熊并不希望自己受到骚扰。让凯尔西没想到的是，泰伯和动物园中的老虎关系不错，老虎们非常喜欢泰伯，泰伯也非常喜欢老虎，他们经常隔着笼子交流。但凯尔西不敢将两者放在一起。动物园的老虎虽然只有1岁大，但依旧有了有力的爪子和巨大的牙齿，这些对泰伯来说都是致命的。动物园的动物非常的多，但却没有一个能够与泰伯成为朋友，这也让凯尔西有些无奈。直到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只老虎幼崽来到了动物园。这只老虎幼崽名叫雷鸣，因为工作人员捡到它的时候，正是雷鸣声轰轰作响的时候。雷鸣大概3个半月大，他的母亲不要他了。工作人员找到雷鸣的时候，雷鸣已经十分的虚弱了。凯尔西想，也许这个小家伙会是泰伯的好玩伴。他将雷鸣带到泰伯的面前，但泰伯对这个小家伙似乎有些不感兴趣，而雷鸣对泰伯似乎也不太感冒。凯尔西想着，或许是他们还没有熟悉对方的气味，还是决定将他们一起饲养1周。如果还是合不来，再分开也来得及。让凯尔西感到欣慰的是，1周之后，泰伯就跟雷鸣玩在一起了。他们真的是最好的玩伴。泰伯精力满满，而雷鸣作为老虎，精力也非常的旺盛。他们每天都要玩耍超过4个小时。不过，凯尔西感到欣慰的同时，还有一些担忧，因为当雷鸣长到1岁大后，他就很难再跟泰伯一起玩了。毕竟雷鸣是一只老虎。不过，让凯尔西没有想到的是，雷鸣是一只特殊的老虎，它的个性很独特。随着他的不断成长，他并没有展露出他的凶狠，对泰伯也非常的有耐心，平时玩耍时也很有分寸，少了很多扑打的行为，更多的是为泰伯舔毛，赫然是将泰伯当做了自己的小弟。至于泰伯，不用太担心，他的力道对雷鸣来说也只能算是舒适的按摩。凯尔西想，泰伯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玩伴，他们也成为了动物园里最特殊的存在。谁说跨物种之间没有友情？动物之间的友情往往更加的简单纯粹，这种友情的力量甚至可以压制野性的本能。不得不感叹友情力量的强大。毁灭性的事件。加布拉是一只来自西班牙的猎鹰猫头鹰，它曾经被主人乔迪训练过。乔迪曾经教农场的猫头鹰如何在农场环境中派上用场。啮齿动物如地鼠每年都会减少宝贵的食物，这些猫头鹰是农民用来驱赶这些小动物的。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但乔迪已经加布拉训练成为业内最优秀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猫头鹰有着柔软的棕白色羽毛，大大的棕色眼睛和凹陷的鼻子，
它在西班牙南部东侧的瓦伦西亚地区广泛使用，并在农民中间成为了一种地方明星。加布拉训练有素，工作纪律严明，但多年的经验无法阻止他友好的一面，这在他走到哪里都闪现出来。似乎比起工作，猫头鹰更喜欢与农民和其他动物社交。只要事情能够完成，乔迪并不介意，但这种友好却导致了乔迪和加布拉生命中最毁灭性的事件，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而已。这一切始于有一天，加布拉发现了一样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他们正在一个距离他们家1小时车程的农场工作，那是一个巨大的农场。加布拉正在帮助教导农场中遥远位置上的宠物猫头鹰。就在那时，加布拉偶然发现了灌木丛中躲藏着的一只小黑动物。猫头鹰从空中注意到了它，违抗了乔迪的呼唤，把目标锁定在这个奇特的生物身上，而不是回到主人身边。这是不寻常的。当乔迪追上来时，他意识到那是一只孤独的小黑小猫。他被加布拉的到来吓到了，趴在地上呈现出屈服的姿态。可是，一旦乔迪走近，他立刻走到他身边，用头顶来迎接他，立即得到了轻抚。地主说他不知道这是谁的动物，据他所知，他的农场从来没有猫。在逐家逐户敲门询问后，很快就清楚了，这只小猫没有主人。而在旅途中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小猫爬到了加布拉的笼子外面，轻轻地抓着外面寻找进入的方式。通常情况下，猫和鸟是天敌，不仅小鸟会被猫捕猎，而且大鸟如猫头鹰和老鹰也会攻击野生猫。这种敌对关系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然而，奇怪的是，加布拉和这只小猫似乎有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即使猫头鹰对此有点迟疑。由于没有其他人能够接纳这只小猫，乔迪决定收养它，发誓尽其所能照顾它。他给它取名为范，成为了2只非常有趣宠物的自豪的主人。回到他们的农场，小猫继续建立他们的关系，然而他们仍然对彼此保持谨慎。似乎加布拉永远不会完全信任范，当他靠得太近时，总是告诉他退后。加布拉是一只友好的鸟，但有时他的基本本能会再次发作，告诉他要小心。尽管猫很小，但它已经有了能够撕开肉块的锋利爪子，它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它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留下来，从未有时间发展生存技能，但作为一只野生猫，无法预测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展示的本能。加布拉有时准备以最戏剧性的方式进行反击。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切在一次灾难性的近距离事件中达到了高潮。乔迪带着他的2只动物散步到附近的湖边，他正在给加布拉进行一些常规训练，天真的决定也带上范，因为范坚持要参与。今天，他们正在进行起飞和降落的练习，这是这只猫头鹰工作的重要部分，而加布拉在这方面有点生疏，而小猫在湖边的一个地方玩耍。乔迪和加布拉开始工作，直到加布拉迅速锁定了与小猫一同在下方的农夫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睁大，发出微弱的喵声，而乔迪惊恐地看着加布拉加速，似乎准备着在远离他们准备好的降落点降落。一场碰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猫头鹰本能可能再次卷土重来，最终占据上风。现在它即将以灾难告终。乔迪喊着要加布拉停下，但他不听，于是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在那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在最后一刻，加布拉突然向右转弯，离范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擦肩而过。猫跳起来，蹦蹦跳跳地去迎接猫头鹰，
猫头鹰也同样充满了活泼的加布拉的回应。乔迪的心中突然有了启示，这两个可爱的小动物在玩耍。从那一刻起，清楚地看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段友谊。加布拉会轻轻地用头碰撞范的头，它们的头颅轻轻碰在一起，而小猫则以喜悦滚来滚去，对他的新朋友充满了无尽的好奇。范这个名字在加泰罗尼亚语中翻译为烟，这是乔迪原来自的地区。这似乎很合适，因为加布拉在同一语言中的意思是双，而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的极端对立。无烟不起火，这与范的个性完美契合。他有点调皮，似乎总能找到进入困境的方式。他不被允许进入房子内外，如果无人照看，他会远离农场。幸运的是，加布拉似乎把范当作自己的孩子，引导他穿越农场。无论何时范处于危险中，加布拉都会保护他。加布拉不止一次吓跑了威胁这只脆弱小猫的动物，因为小猫还太小，无法独立自保。这个小家庭养成了一种常规，范不跟随乔迪和加布拉一同工作，但他们几乎一起做所有其他事情。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是在湖边散步，尽管乔迪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游戏，但他们似乎非常享受。加布拉和范继续一起玩耍、逗弄、挑衅，整整3年，一切都在这个不寻常的家庭中井然有序。直到有一天，悲剧发生了。在一次例行的兽医检查中，乔迪被告知范生病了，血液检查显示患有严重的肾病。乔迪一开始不愿相信，但多次检查只是证实了他最糟糕的担忧：范终身患病，只剩下几个月可活。无能为力，他为猫的余生感到心碎。在猫的生命的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乔迪、加布拉和范几乎把所有时间都度过在一起。乔迪请假不上班，选择花费积蓄，而不是与他的宠物分开。加布拉似乎也注意到了有些不对劲，他停止了戏弄和挑衅小猫，转而在晚上偶尔提供抚慰。有时在晚上，乔迪会看到他们靠在一起睡觉，范毛茸茸的头塞在加布拉的一只长翅膀下。但这不能持续下去。当最终那一天来临时，范在夜间平静地去世了。乔迪把他的骨灰撒在附近的湖里，他们过去常常在那里玩耍。小猫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在乔迪和加布拉悲伤了几个月之后，他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但两者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加紧密。工作成为最好的消遣，但每次回到家时总会感到一种空虚。另外一件事发生了，乔迪自从范进入画面以来，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们不寻常生活的快照，吸引了数千名关注者。当他宣布小猫去世的悲伤消息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涌入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发送慰问的信息。乔迪感到震惊，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哭泣。他不知道范的故事对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的人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他们向乔迪表示祝福，并告诉他们的故事如何塑造了他们对动物的看法。这个故事向所有人证明了友谊、爱和善良超越了物种的界限。有些人甚至在看过乔迪的故事后被激励去领养动物。因此，即使范的生命在悲剧中结束得很短，他的遗产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中继续存在。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结局。